5年前，我与当今圣上打过一次赌，如若宋渠做不到对我从一而终，我便返京嫁他为后。这艾叶包放在腹处，能缓解疼痛。这八珍汤是我托京城御医开的方子，我知你怕苦。等会儿喝完汤药。是看成是八件汤。叔叔，有点公事，我出去一趟。小姐，姑爷跟京城那些公子果真不一样，虽已成婚5年，可姑爷还是一如既往的珍视您，您当真赌对了。他立过誓，说他一介白身能娶到我，必不辜负。可宋琦从不知晓，当年我甘愿下嫁于他，并不是什么一见倾心，而是他出身寒微，恰好最易被我掌控。我宁长书绝不可能与他人共侍一夫，哪怕我是太子，哪怕我有苦衷。对，好，我可以去求父皇退婚，但我有个条件，若有朝一日你的夫君也做不到一心一意，你便与他和离，返京嫁我好吗？好，但我绝不会输。怎么能唤醒爱？你不在，岁月变沧海，怎么记载往事的对白，只留一纸独白。宋玄待我5年如一日，这个赌约我不会输。夫人，不好了，夫人！什么事？府外来了个人，说她怀了姑爷的孩子。什么？宋菊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我爹知道我女扮男装跑出府厮混，嫌我给家族蒙骚，我现在无家可归了，都怪你，都怪你让我怀孕！青花，我说过会对你负责的，你先别闹。宁长书善妒，等我找个合适的时机再与他谈纳妾。他善妒，就活该让我遭人指点吗？姓宁的，你出来！你给我出来！原来宋爵要纳妾的人是你。第一次见苏青化是在半年前，他跟宋爵勾肩搭背，称兄道弟。苏青，你这脸蛋儿比我夫人还嫩，你一个大男人是不是偷用胭脂水粉？夫君，叔叔，你怎么来了？天色太晚，我担心你。我看这位公子白净消瘦，未曾见过。他是苏侍郎家的庶子。宋缺，你夫人疑心病也太重了吧？见我模样白净，该不会就怀疑我俩有私情吧？我跟宋爵情投意合，真心相爱。你虽然是他的正妻，但也没资格阻止他寻找真爱。你，宁长书，你凭什么打我？行了，别闹了。叔叔，我知道这件事让你受了委屈，但你我成婚5年，膝下无子，我不能让宋家的子嗣流落在外。宋爵，你是忘了成婚那日你怎么发的誓吗？你答应我的事可不能反悔，你知道的，京城还有人惦记着我，你若负我，我知道叔叔身份高贵，名满京华，嫁我实属委屈。我宋爵发誓，
此生就你一人，绝无二心。是，我是答应过，但京城那些世家子弟谁不纳妾？我忍了5年，够对得起你了。难道非要我守着强势蛮横的你一辈子吗？这天下谁都可以纳妾，唯独你不可以，这是你答应我的。宋珏，你不该负我。见过宁姑娘，圣上命属下将这封信交给你。叔叔，边关的风景可曾看够？圣上依旧让属下带了句话，他说：“京城风景依旧，后位空悬，盼您回京。”看来，姑娘还是不愿回京。5年了，是该看够了。你跟萧映说，风景看够，来接我回京吧。宋珏，这是你的选择，但愿你别后悔。登基3年，皇后之位至今还空悬，那进宫的秀女，你更是看都不看一眼。皇帝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后当年逼着朕纳侧妃的时候，就该想到今天。当初你根基不稳，只能靠联姻笼络朝堂势力，哀家都是为了你好。难不成你堂堂皇帝，后宫只能有她一个女人不成？有何不可？你这是要气死哀家！小婿，就当我这个母后求你，为了朝廷跟百姓，早日宠幸新人，为皇家诞下子嗣，行吗？长叔早已嫁为人妇，现如今怕是子女还稀。就算哀家能同意他进宫，他心气高傲，也断不会屈身嫁你。你见过陛下、太后。说，宁姑娘让属下带话，她说宿州的风景已看腻，她愿回京嫁您为后。他当真是这么说的？宋大人违背承诺，要纳外妾进府。宁姑娘说她愿赌服输。宋珏，她还真是不让朕失望。既然她不懂珍惜，那就别怨朕了。传朕令，择日册立新后，大贺天下。是。再通知锦衣卫速备车辇，朕要亲自去宿州接她回宫。哀家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您说，只要宁长熙愿意屈身嫁陛下，您就同意他进宫为后。太后，叔叔，我跟青华真的是酒后意外，我也没想到她是女子神。我发誓，我纳她进府就只是为了孩子，对她绝无半点情意。是酒后意外，还是意乱情迷？宋珏，你真当我是傻子吗？事情已经发生了，难不成要因为你的善妒让宋家的血脉流落在外吗？叔叔，你既然爱我，为什么就不能大度？我要是大度，当初就轮不到你。你什么意思？宋珏，如果我说你纳苏青化进府，就会彻底失去我的，你也要纳她为妾室。够了！宁长叔，你少拿这种话来威胁我。你都已经嫁为人妻5年，还当自己是冰清玉洁的高贵嫡女，京城人人惦记吗？
青话说的还真没错，你们这种后宅女子就是喜欢争风吃醋，满是算计，不像她直爽坦率，根本就不屑跟你争宠。原来你是这么想我的。既如此，那我成全你。青话不是说像宁长熙这种女人会闹死闹活吗？叔叔，刚才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也罢，你这性子也该收敛。青话怀着我唯一的骨魄，务必好生照看。你们干什么？姑爷说了，让我家小姐好好照看你的饮食起居，这是稳胎安神的上好血宴，便宜你了。血烟，那不是进贡给皇室的吗？宁长叔能这么好心？没有古怪的气味，不可能啊，他肯定下药了。我姨娘当年怀有身孕，就因为大夫说八成是个儿子，就被主母灌药害死，一尸两命。姨娘。后宅这些夫人为了保住宠爱，什么肮脏事做不出来。这碗宴我肯定有问题，他宁长师送来的东西，我就是饿死都不会吃。不好了，快来人啊，走水了！果儿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小姐，厨房突然失火，说是苏青花困在里面还没出来。他怎么会出现在那儿？快救火！苏姨娘呢？人救出来没有？青花，青花，青花！青花，你别吓我！青花，宋姐，别怕，没事了。我不是让你照看好青花吗？好端端的他怎么会出现在厨房？你怎么当的主母？姑爷这话什么意思？苏姨娘自己长了腿，她去哪儿跟小姐有什么关系？怎么跟她没关系？要不是我一晚上没吃东西，一晚上没吃东西，要不是宋姨来得及时，我就一尸两命了。宁长叔，我原以为你是个宽容的。厨房就差没给他上满汉全席了，连上好的血宴都紧着他来。我倒想问问，我是怎么饿着他搓磨他的？还不是你在饭菜里下药？我没有下药，若不信，大可派人去验。你没有，意思是怨我小人之心。你明明容不下我。宋府不需要一个狭隘善妒的主母，你若容不下青花，我可以换个能容的人来当。
可惜，不是你容不下我，是你留不住我了。这是什么花？这是金秀兰，一盆价值1000金。搬2盆去我房里。这是夫人的花。先紧着我肚子里的孩子。他配得上的，我也配得上。我呸！那位知晓小姐素爱名花，每年这个时候都会送来4株稀品供您观赏。怪了，怎么今年送的是3株？夫人，夫人，不好了！苏姨娘见红了。别怕，我在。宁长诗，你就这么容不下清笑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你敢说这盆花你没动手脚？青花一靠近这花，就浑身起疹。如果孩子有什么事，我绝不会就这么算了。我当时为何呢？这花刚从京城运来，还没到我手里，就被苏青化抢走。我哪来的空隙动手脚？宋雪，你兴师问罪之前，怎么不问问苏青化都干了什么？你少装！你肯定算准了我会主动要花，你敢说你没下落胎药吗？一介妾室，我没这闲心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歹毒？我说了，我没有。我只相信事实。青花身上都是红疹，不是你害的，难不成是他陷害你？哼！等府医来了，我看你怎么狡辩。见过，医师。青花她只要一靠近那株花就浑身难受，腹处绞痛，刚才还见了红。你快瞧瞧，她是不是被下了落胎药？让你装。府医来了，你给我下落胎药的事情，别想轻易接回。怎么样？什么落胎药？这是花粉过敏。什么？过敏了？过敏？这就是你笃定的事实？你真的没有害青花？不可能！你是不是被收买了？轻微过敏不可能伤到孩子。说，你是什么时候被宁长书收买的？翁大人慎言。过敏确实不会见红，但苏姨娘昨夜饮酒过度，没有当场小产，已经算孩子命大。哼！该死！现在你
你是不是该给我一个交代？该死，平日里女扮男装习惯了，差点忘了自己怀有身孕。宋珏，现在你口中不拘小节的爱妾，害得厨房失火，抢了我的金秀兰，临了还要冤枉我给她下落胎药。叔叔，这是一个误会，我以为……别碰我，我嫌脏！什么冤枉你？你敢说你不羡慕宋珏爱我，不妒忌我怀了宋府的苦肉？你没陪我置气，在这装什么无辜？青花，你没事吧？宁长书，他肚子里还怀着孩子，你疯了！我知道没查清原因就误会你是我不对，但青花也不是故意的，她直爽坦率，跟你们这些只知道争宠的女人不一样。宋珏，你错了。错什么？我宁长书从不屑与人争，我一天都不想等了。我们和离吧。你要跟我和离？就因为我纳青花做妾，你就要跟我和离？为什么？我不过是做了天下男人都做的事，我不过是酒后失信，想把孩子留下来，你为什么就不理解我？叔叔，就这一次，以后我宋珏绝不会再纳第二个妾。我知道我最近冷落了你，等青花把孩子生下来，我答应寄养在你名下。和离书我已经备好了，签字吧。你发的誓，我早已领教过。我不同意！你宁长书，生是我的人，死是我的鬼，想用和离来逼我就算，休想！说那么多，还不是想欲擒故纵，想逼宋珏把我赶出府？我不用你逼，我自己走。这个妾我不做了。青花，别说胡话，你怀着我的孩子还想去哪里？把和离的话收回去，跟青花道歉，否则我不会再纵容你。如果我今天非要和离呢？成婚这5年，我对你无微不至，百求百应，终归是我太纵容你了，才让你用这种手段来威胁我。来人！叔叔，这是你逼我的，把夫人拖去重打30。20。算了，打10大板。行完家法后拖去祠堂，让他跪地忏悔，什么时候认错，什么时候放出来。你敢！小姐身份尊贵，更是当今圣。姓宋的，你今天若不放小姐和宜，敢对小姐用刑，他日定会后悔的。后，我只会后悔这5年，将他纵容的不知天高地厚。动手！圣旨到！圣旨到！王公公，您怎么？宋大人好大的威风，陛下圣谕还不跪地接旨？宁姑娘免跪。奉天承运，吾皇诏曰：宁太傅护国有功，特赐其女空白圣旨一道，凡事可先斩后奏，任凭此旨决断。谢圣上恩。陛下等人明天就到宿州，宁姑娘想要什么，皆可写于圣旨上。空白圣旨，那宁长书想把我赶出府，岂不是就一道圣旨的事？他敢！王公公，宁长书是我们宋府的，自古以来出嫁从夫，就算赐空白圣旨，也该赐给宋府才对。圣上怎么？圣上的决定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一个这4品小臣之一了？
想来宋大人宠妾灭妻久了，忘了尊卑李家，那咱家便替大人醒醒脑子。来人，把这贱妾拖下去，重打30大板。救命啊！放开我！宋爵救我！住手！公公，青花腹中怀着宋某唯一的骨肉，莫说30大板，10板，他都受不住。他受不住？那堂堂太傅嫡女，千金之躯，就受得住你的10大板吗？叔叔，方才都是误会，你替我跟公公解释一句，让他们放了青花。误会什么？是误会你为了袒护小妾，不分青红皂白，把陷害的罪名安在我头上，还是误会你恼羞成怒，要对我动家法处置？宁长书，你就非要这般斤斤计较吗？你不就是恨他抢走了我吗？是我让他有孕的，是我接他入府的，你为什么不打我？打你？把宋大人拖下去。你们不行，你们不能打宋爵！宁长师，你疯了！我不就是差点误会你下药吗？你又没受伤，至于仗着有公公撑腰就公报私？宋爵都没打过我，凭什么打我？以下犯上，对主母不敬，果儿抽他！你敢！宋爵救我！宋。宁长书他太歹毒了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！快来人，还服役！陛下等人明天就到宿州，宁姑娘想要什么，皆可写于圣旨上。与宋学和离容易，但难免他不会极端的纠缠我。明天要断，就要断得彻底。你果然想用圣旨威胁我，宁长书，你就算得了陛下御赐的空白圣旨，也休想让我休妻。青花，我宋爵纳定了。你觉得我会用圣旨逼你休了苏青花？不然呢？我知道我违背承诺，对你不公平，但你就没旁的心思？成婚当天，你就自夸说京城还有人惦记着你；成婚后，你每年故作姿态，派人从京城送名花来府，不就是想让我以为你依旧抢手，逼得我只能守着你，不敢有二心吗？我故作姿态，运名花来府。宋徐，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谁送的？金秀兰可是供还能是谁送的？不就是你自己送的？京城那些世家公子眼高于顶，还能惦记着一个被我睡了5年的妇人不成？宋徐，你真让我感到陌生。要不是青花，我也没想到我娶的女人如此心机深沉。把圣旨给我，纳青花为妾的事已成定局。你若后还想做我宋爵的妻子，直到现在，宋爵还认为我手握圣旨，只是想逼他取消纳妾。好，我可以在圣旨上写明苏青化为宋府贵妾，永不可休。当真？当真。但我有个要求。只要你能接纳青花入府，别说是1个要求，便是10个，我都应你。将成婚这5年，我送你的香囊还我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赐苏青化为宋爵之妾，共度终生，不可休妻。叔叔，
你能识大体最好。青花再怎么说也是苏侍郎家的小姐，做妾实属委屈。我打算明日给她办场像样的进门礼，这件事就交由你了。苏侍郎的庶女做妾委屈，我堂堂太傅府嫡长女，嫁你难不成是恩赐吗？小姐，她也太抬举苏青化了。无碍，过了明天，一切就都结束了。其夫宋瑜背信弃文，品行败坏，特准许宁长书休夫，二人从此一刀两断，永不相见。小姐你，既然宋局不同意和离，那我就只好休夫了。夫人，这是宋大人吩咐小人送了香囊。往后我们相守1年，我便为你求一枚平安符，每一枚都能来我这里换一个愿望。日后我定视他们如命。宋雪，你的命过于廉价了。青花嫁我为妾太过委屈，我便特许她穿正式的红衣了。等会儿在礼节上，你莫要苛责她。给夫君敬茶。快起来，小心身子。宋菊，这茶就一定要敬吗？我才不想跪他。听话。请夫人快喝茶。你接了不喝什么意思？瞧不起我？是你不曾瞧得起自己。苏青化，你标榜立心，将名门闺秀想象成只知善妒的渔妇，现如今你也入了后宅，只盼以后这妾位你做的莫要后悔。大人，门外的3位衣着华贵的公子，他们说是您的故交，前来恭贺您容纳新欢。故交？有说是从何处来的吗？京城。想来是5年前我上京赶考时结交的好友，快带我去迎接。纳妾的席面都来，还有这种不知礼数的大人。萧兄大驾光临，有失远迎了。萧兄，若非你5年前资助我科举，我也不会有今日。也不知道萧兄的皇商名额办下来没有？这些年京中货商增多，竞争颇大。好在我苦等了5年，终于快要有结果了。不提我，听闻宋兄今日纳新欢入府，这是纳妾还是娶妻？青花虽是姨娘，但她心性直率，是个顶好的人。萧公子，我叫苏青化，感谢你以前帮过宋局。苏姨娘果然不拘一乐，与宋兄相配。可惜我不似宋兄容纳乃何，我略有洁癖。这位是我的夫人，宁氏。他真的亲自来了。见过3位公子。夫人不必客气。叔叔，我来接你了。大人，午膳备好了。夫人不必客气。说什么有洁癖？我看萧公子的洁癖不像是天生的，倒像是看心情来的。不知道面对你夫人时，是不是也阴阳不定？青花直来直去惯了，萧兄莫见怪。相识这么久，还不知萧兄家中妻妾几何？我府中只有1妻，只可惜前几年家中突防大祸，我不得已将那妻托付给旁人避难。后来虽祸事已解，可他们已做了夫妻，我苦啊！陛下胡扯的本领越发精湛了。可不是，
我兄弟为此还郁郁了5年，至今未娶。萧兄才貌双全，何必执着于一个变了心的妇人？他没有变心，他心中还是有我的。前不久，他还写信于我，说他夫君突然要纳妾，伤了他的心，愿意跟我回家了。什么心中有你？我看明明是他水性杨花。是啊，萧兄，有道是娶妻娶贤，此等反复无常的女子，可不是良配。你这么一说，她的确不贤良，也不许我纳妾，更不像弟妹如此大度。可我爱她爱得起，我能如何？但她总归是嫁过人，这多介意。我不介意，她就是嫁过10遍、100遍、10000遍，在我这儿都是独一无二的珍宝。宋兄，你会祝福我跟你嫂夫人的吧？那宋某就预祝萧兄抱得夫人归了。二嫁的妇人也不嫌脏。你们！青花，怎么了？宋爵，我刚刚在桌子底下看到了他们。不对，我现在指出他俩有私情，宁长叔肯定不认，说不定还会倒打一耙，说我污蔑。你看到了什么？就看到了有鼠虫穿过，吓我一跳。宁长熙，你就等着被我抓奸在床，身败名裂吧。小姐，你这是……果儿，你打小便跟在我身边，我能信任的人只有你。你偷偷从后门出府，准备一辆马车，守在角门处，别惊动任何人，在那等我，知道吗？小姐，虽然果儿不知道您究竟想做什么，但我会一直陪着你。我要的东西，宋爵给不了我，萧旭也给不了我，只能我自己去争取。叔叔，是我。陛下，现在我还是宋夫人，你自重。叔叔，当年纳顾云为侧妃的事，不是我本愿，我是有苦衷的，别生气了好吗？等回京后，我跟你慢慢解释。可萧旭，有些事情缘由不重要，结果才重要。若非5年前的赌约，我和你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。可我一直都在等你回京，不管是5年、10年，还是20年，从始至终，我想要的一直是你。好。离开宋爵，回京嫁我，好吗？明早会有宁府的人来传消息，说太傅病重，你便借着探亲的借口回京，我会扫清一切障碍，让你稳坐后位。这一天，朕等了5年。那我和皇位谁重要？你重要。大骗子。明天一早，朕在城门口等你。好。
你确定方才没有听错？奴婢听得清清楚楚，那就是男女在做苟且之事的声音。真没想到，夫人平日看着端庄得体，背地里竟如此浪荡。干得好，宁长书啊，宁长书，这可是你自找的。抓奸在床，你就算跳进黄河都别想洗清。苏姨娘，你想放火？咱们刚把房门锁了，万一这把火燃起来，夫人不锁门，宁长书跟那奸夫跑了怎么办？放心，放火只是为了把宋珏引过来。前天下了场雨，屋檐还是潮的，这火烧不大的。不好了，风水了！苏清化，你果然没让我失望。要不是你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摆脱苏珏的纠缠，我都不知道是该厌你还是该谢你了。毕竟中午那场进门宴就是我故意让你瞧见的，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消息：5年前，你身为太子无法反抗皇命，只能娶顾将军的女儿为侧妃。如今你身为皇帝，也会无法反抗万千百姓，广纳后宫。叔叔，回京嫁我。小希，对不起，我虽心中有你，但我有我想看的风景。走水了！走水了！快救火啊！起火了，小姐该不会有事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去找陛下。我没事，东西都备好了吗？小姐，都备在马车上了。府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先走，路上说。什么？您自己把自己烧死了？可是小姐，您不是一直在等陛下接您回京吗？你想回京吗？我只想跟小姐在一起。我之所以答应萧逸回京，是因为只有这样，我才能尽快脱离宋府。我要的东西，宋珏给不了我，他同样也给不了我。小姐要的是一夫一妻？不是，我真正想要的是尊严。当年我之所以相中宋珏，就是因为他无权无势。日后成了婚，我会先是宁长姬，其次才是宋夫人。却未曾想，宋珏刚有起色便翻脸无情。所以说啊，这人心最不可测。而萧逸，他身为95至尊的皇帝，他心系于我时，会对我言听计从。明早会有宁府的人来传消息，说太傅病重，你便借着探亲的借口回京，我会扫清一切障碍，让你稳坐后位。这一天，朕等了5年。甚至为了哄我开心，能说出皇位比我重要。可若5年后、10年后，他不爱我了，我在那高墙之内又该何去何从？奴婢看陛下如此珍视小姐，后位空悬了5年都未曾。5年，或许是因为以前未曾得到，心有执念吧。如今得到了，或许就不会念念不忘了。我们有太傅府的令牌，有权有钱，可以下江南。听说那里的女子可以做生意，我打算开个酒楼，养几个小郎君，让他们也为我争风吃醋去。好端端的怎么会着火？夫人呢？她出来没有？我把房门给反锁了。宁长书那荡女能出来就怪。
这火怎么会这么大？宁长书呢？他人在哪儿？小的没有看到夫人。怎么会没看到？这么大的火炭，这门是怎么一回事？谁反锁的？宁长书出来没有？不会的，叔叔不会有事的。叔叔，火势怎么会这么大？前2天下了雨，明明屋顶都是潮的，而且我才离开了一炷香的功夫，怎么整个房子都着了？你慌什么？不是我做的，不是我做的。宁长书他福大命大，肯定被救出来了。算了，快去救火！叔叔，你别吓我，你出来！怎么办？宁长书要是被烧死了，宋觉肯定会误会我的。可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没想到他会出事。宁长书，走！萧兄，他怎么会？小公子，不能去呀！这回你也要去送死不成？我去救陛下！这么大火，你去了只会是多一个人陪葬。冷静点，赶紧带人先救火！去啊！叔叔，我等了你5年，你答应要回京嫁我的，你不能有事。叔叔，你到底在哪儿？叔叔，这里危险，快跟我走。是他白天带的簪子没错，这上面怎会有血？可萧旭，有些事情缘由不重要，结果才重要。若非5年前的赌约，我和你早就断得干干净净了。原来是这样，5年前你弃我而去，5年后你依然要弃我而去。叔叔，你从始至终就没打算跟我回京城是吗？真不接受，真绝不接受！我一定要把你找回来，哪怕翻遍整个中原！救火呀！快啊！萧公子还在里面，快这边！叔叔，阿珏，你别太担心，宁长书他说不定早在察觉到失火的时候就逃出去了。房门都是反锁的，他怎么逃？到底是谁要害我的叔叔？是谁？别拦着我，让我进去，我要进去救他！叔叔！宋居，宋居，快来人，快叫府医！陛下还没出来，完了，这下彻底完了。
我就说这个活我不接，非逼着我来皇后这里刷脸儿。现在好了，都要死了。我倒是没九族，就死我一个。你九族的人多吗？我家无世同堂啊，上千好人啊！哎呀，微臣马上就要来陪你了。我省吃俭用省下的银子啊，攒了30年啊，还没花完啊！朕还没死呢。陛下，您还活着！陛下，您可算出来了！奴才方才都差点看见曾祖了。陛下，您受伤了，快把剂量药拿过来，赶紧去找。朕没事，传令暗卫，让他们不惜一切代价查询皇后的下落。朕等了她足足5年，要什么给她什么。她为什么还是不愿意跟朕回去？或许，娘娘想要的并不是陛下给的。你想要的，并不是我给的。可叔叔，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什么东西，连朕都给不了你？陛下神神叨叨一路了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，连陛下都给不了？老奴也不懂。参见陛下。在哪儿？前方50里，林州城内。没想到这酒楼的烤鸡一点都不比御厨做的差。早知如此，我连宋杰都不该嫁。好吃，真好吃！小姐，从这里到江南不远千里，我们接下来做什么？等会儿去黑市买些人手。再雇几个模样俊俏的镖师。我有父亲的令牌，州府见了都得视我为座上宾。带我们去了江南，定然过得不会差。那我这样的镖师够模样俊俏吗？果儿，这声音听着怎么有些熟悉呢？叔叔，别走。小希，你放开我！叔叔，我已经失去过你1次了，我不能再失去第2次。宁姑娘，陛下担心你的安危，这几天都未曾合眼，一直在寻你。是因为我哪里做的不够好，还是5年前的事情我没解释清楚？叔叔，这5年我从未碰过任何人，我一直都在等你。宋爵做不到的事，我可以做到的。你相信我好吗？这些我都愿意相信你，但萧息，我想要的东西，你给不了我。那你想要什么？只要朕允。想要什么？萧息，你是真的不知道吗？我想要自己能够掌握未来的路，我想要一段婚约的尊严，我想要保障，想要自由。这些就连宋学都给不了我，你身为95至尊，你又如何能给？你为什么就这么果断地认定我也给不了？你想要掌握权，我能封你为后；你想到保障，我可以终生只你一人，这些还不够吗？宁姑娘，奴才自小便跟在陛下身边，他待您的心日月可见。可日会落，月会升，并非一成未变。5年前，你要纳顾氏为侧妃，我不愿与人共侍一夫，解除婚约，选择了宋哲。我宁长舒绝不可能与他人共侍一夫。宋哲无论是相貌才学，还是家世，都远不及京城权贵。你可知我为何选他？姑娘不是相中于他？我相中的是他无权无势，出身微寒，只能以真心待我。就算有朝一日变心，我也能借助太傅府的权势脱身，而不是被休弃，不是突然病丧。萧烨，我承认我心中有你，但宋学刚有起色便弃我忘我。你身为一国之君，
坐拥天下权势，我如何敢赌？可我与宋珏终归不一样。都是男人，没什么不一样。话已至此，萧息，我们就此别过吧。陛下，陛下！肯定是装的，不能回头。这么烫，不好，是火场的伤势没处理好，加上这几日舟车劳累，伤口发炎了。你刚刚说什么？火场？当时宋珏站在火外喊救火，陛下得知你还在火场内没出来，便冒着大火冲进去救你，结果被房梁砸伤了手臂，差点就死在里面。是啊，宁姑娘，陛下担心你在外不安全，连着几天寻你，伤口这才一直都没有处理。这么严重？萧烨，你真是疯了！赶紧去请医师，皇室无子，萧烨要是出事，整个朝堂都得动荡。好像没那么烫了。小姐，马车已经备好了。你说陛下是不是醒了？我刚瞧见他那手指颤了一下呢。再不行，追到手的娘娘又得没了。萧息，我也该离开了。在宋府那晚，你说你想要的只有我，你已经得到了我，执念也消了。日后做好你的皇帝，造福百姓，莫再来寻我。所以，那晚你是这个意思？你觉得我在京城等你5年，只是为了图你的身子？难道不是吗？宁长叔，我要的是你跟我长长久久。叔叔，不要走。你想要我怎么做？要我做到什么程度你才能回头？你给朕一个机会都不行吗？叔叔。萧息，你现在爱我真我，所以不论我提什么要求你都会应。可10年后、20年后，我人老珠黄时，你会如此珍视我吗？你会临请后妃，会广纳秀女，会弃我背我，而那时我将束手无策。我可以遣散后宫，以萧氏宗族的名义起誓，这辈子定无二心。当年顾氏一族助你登基，你置侧妃顾源于何地？你这样跟背信弃义的宋珏有何？4年前京城哗变，顾云未能进太子府，便已经身故。他死了。叔叔，我自登基以来，便未踏足后宫半步。与其让他们在宫中孤老终鸟，不如让他们离宫另寻良人。我不是宋珏，我说到做到。早在京城时，我便拟好了这封圣旨。叔叔，不是见你要离开我，我才想遣散后宫，是从一开始，我便打算如此。你认真的？你还有什么不安，如数说来，我都会做到。我可以跟你回京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好，你说。听闻西域有一种双情蛊，相爱之人服用此蛊，将锁定终身。若其中一人背叛对方，将痛不欲生，遭万蚁啃食而亡。你若能取来，我嫁你。此言当真？找到双情狗，你便嫁我？当真。他疯了！堂堂95至尊，为了救一个臣妇，亲自闯入火场，还重伤昏迷了。太后息怒，陛下已经无碍。他托属下带回了这封谕旨。
他居然为了宁长师要遣散后宫，他还让哀家亲自去跟那些臣子去解释。他丢不起这个人，哀家就能丢得起吗？太后息怒，哀家如何能不气？他为了宁长叔，连命都差点不要了。依老奴看，宁长叔也未尝不可。您想想皇孙，您虽然不喜宁长叔是二嫁之身，但宫中那些秀女跟贵人，又有哪一位比得上他未出阁时的才貌？要论才华，京城确实无人能及。那陛下如此雄才伟卫，不正是遗传了您当年的才华吗？这女子的清白之身，可不能让陛下坐稳江山。你说的倒也是，皇孙还是聪慧重要。也罢，哀家帮他遣散也行。你滚回去跟皇帝说，后宫哀家替他散了，但宁长叔必须要抢回来。叔叔，不要走！大人，溥仪说您气急攻心，需要好好休息。我梦到叔叔被困在火场里，他很害怕，求我救他。管家，他人呢？快带我去见他。大人，那并不是梦，夫人她已经藏身在了火场里。这一定是老天在跟我开玩笑，我不信！你肯定还活着，对，还活着！夫人，你安心去投胎吧，求你别来找我，别找我！宁长叔，我不是故意的。要怪就怪你跟外人私通，我给你多烧点纸钱，别来找我。你要找就找小何，是他给我的火八子。苏姨娘，怎么能是我？分明是你放的火，是你把门反锁的。我看你就是记恨夫人，想放火活活害死她。住口！我没有。你说什么？宋珏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别听贱婢胡说，不是我什么都没做。证据就在眼前，你还敢狡辩？我这般信你，你为何要害他？不是说不屑争宠吗？我真的没想害他。没想害他？他已经死了，我真是瞎了眼，把你这毒妇纳进府。宋珏，你打我！你当初说一生宠我护我，宁长之本就屡次害这个毒妇！我就丢了个火闸子，没想过烧这么快，求你别怨我，我肚子好痛，快叫溥仪。你，小姐，我苏青化做事坦荡，有一说一，我就是看中你宋珏有钱才肯入府的。我跟你那些弯弯绕绕一肚子坏水的夫人可不一样，我才不想跪呢。一定是宁长思下了落胎药想害我，他们这种后宅女人心机最深了。我那未出生的弟弟就是被主母害死的。让宁长思滚过来！是啊，你口口声声不屑争宠，看不上后宅女人那些龌龊手段，你大度，你不屑，结果你暗示叔叔克扣你的饭菜，你抢了他那价值千金的金秀兰，你污蔑他给你下落胎药，到了最后，你还要放火烧死他。苏青化，我以前怎么没有发现你这么蛇蝎心肠？你相信我，我
真的没想过会烧死他，我只是想放火，引你过去抓奸。对，抓奸，不信你问小何。奴婢亲耳听到，夫人跟一个男人在房间里翻云覆雨。不可能，是真的，宋爵。进门宴那天，我亲眼看到宁长书跟萧公子眉来眼去，还在桌子下十指紧扣。我就是想抓奸，才放那把火的。宁长书，走！叔叔爱我入骨，当年京城那么多英年才俊，他都未曾入目，怎么可能？宋徐，你知不知道这些都是谁送的？金秀兰可是供，还能是谁送的？不就是你自己送的？京城那些世家公子眼高于顶，还能惦记着一个被我睡了5年的妇人不成？你说那个男人是谁？萧公子。萧兄，不对不对，叔叔最是贞洁，又爱我至深，绝不可能背叛我。我原以为那些名花是叔叔故作姿态，原来还真有人惦记。但姓萧的不过是一介商户，满身铜臭味，定然是他一厢情愿纠缠叔叔。宋爵，你别替他开脱了，我亲眼看到是他勾引。你住口！叔叔爱我如命，怎么可能跟一个低贱的商户厮混在一起？好痛！我的孩子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刚才分明没用力。走，我的事情等孩子生下来我找你算账。来人啊，快传府医！很疼吗？身为一国之君，谁让你不顾性命冲进火场的？当时我顾不得那么多。那你就不怕自己没命？也怕，但更怕没你。我已经托信给母后，劳驾她亲自遣散后宫。她命令我一定将你抢回去，不然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我嫁过人，太后娘娘不反对。母后那边就劳烦嬷嬷了。是。母后觉得继承正统的皇孙，该是聪慧与才华更重要。太傅嫡女名冠京城，当是最佳人选。太后无意，那朝堂重臣呢？你若真立我为后，将是与整个朝廷站在对立面。萧息，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阻碍。叔叔，安心待在宁家，一切我会摆平。玉，可算来了！这就是嫡姐吗？她长得可真好看。父亲，母亲，回来就好。你跟宋爵的事情，为父都已知晓，你受苦了。宋爵那忘恩负义的负心汉，不过5年就纳妾灭妻，为了一个贱妾，竟然对你动用家法。娘当初就不该同意你嫁给他。受了这么多，可得回府好生补补。娘，我是因为路途奔波累瘦的，您别担心，女儿在宋家未曾吃亏。这车里，萧公子经过宿州，顺路护送女儿一程。多谢萧公子护送。父亲身为太傅，怎会行如此大礼？难道这萧公子是……太傅不必多礼，我还有公务，便不多留了。知青，知青，知青见过嫡姐。这位是，也是个可怜人，
4年前京城动荡，顾家因依附太子遭牵连被灭满门，她是外室女，侥幸逃过一劫。我与你母亲瞧着她可怜，便将她收养在名下。顾家被灭满门，我若没跟太子退婚，遭殃的岂不是？嫡姐，这是我给你准备的见面礼。嫡姐喜欢吗？喜欢，谢谢。不用谢。舒儿，收养她并非我与你母亲的意思，而是陛下的意思。你说什么？孩子没了！宋大人，我已经尽力了。废物，头头都是废物！让你们救活，你们救不了，现在连我唯一的骨肉都保不住。那还不是你害的？是你亲手害死了我们的孩子！你住嘴！是你恶毒，这都是你自己作的。要不是你放火烧死叔叔，我又怎么会对你动手？像你这种心思歹毒的贱人，我就不该把你纳进府，不该给你伤害叔叔的机会。来人，给我备纸笔，我要写休书。你要休了我？对，休了你这个贱妇！不行，你不能写！我爹因为我未婚先孕的事，已经将我赶出了苏府，你说不会对我负责的。苏珏，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孩子也没了，你不能这么无情！无情？哼！我为了你，违背了一夫一妻的承诺，为了你屡次重伤宁长书，甚至连那道空白圣旨都用在了纳你为妾。等等，那道圣旨，那道圣旨，共度终生，不可休妻，不可休。不，一定是写错了。叔叔对我情深难舍，怎么可能写出这种旨意？赐苏青化为宋珏之妾，共度终生，不可休妻。其夫宋珏背信弃文，品性败坏，特准许宁长书休夫，二人从此一刀两断，永不相见。休夫？他居然要休了我？不可能！他当初在京城对我一见钟情，拒绝了那么多世家才行，非我不嫁。他这么爱我，怎会如此？休夫！他居然是认真的，他真的想和离。可姨娘不是这么教我的。宁长书这种只知道争风吃醋的女人，怎么会放手？怎么会？贱人，都怪你！要不是你，叔叔又怎么会心寒想离开我？他那么爱我，成婚每年都会亲自前往灵皇庙给我求平安符。对，叔叔说每一枚平安符都能在他那换他一个愿望。我不能没有他，就算是死，他也必须是我宋局的人。快去把我那5个香囊拿过来，只要我用香囊求叔叔，他就会跟我复合的。回大人，香囊您全都给夫人了。你说什么？我怎么会把香囊给他？那些香囊都是他3跪9叩为我求来的，我视他们如命，肯定是你。怎么会这样？我为了纳苏青化为妻，把香囊都丢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识人不清，
我该死！叔叔，是我辜负了你。当初酒后失信，是你说要给我一个交代的，你现在装什么情深？难怪宁长师瞧不上你，我也瞧不上你。你一个身份卑贱的庶女，要不是你女扮男装勾引我犯错，我又怎会没有守住底线？怎会伤了叔叔的心？是你，贱人，是你害了我！大人，京城那边传来圣谕，要册封宁氏次女宁知卿为皇后，同时遣散后宫，大贺天下，让州府及以上官员进京参礼。宁太傅息笑，就只有宁长书这一个嫡女，何来的次女？或许是万氏女与养女。圣上竟然为了此等身份的女子如此周折。等等，圣上为了宁氏四女遣散了后宫所有秀女，口谕是这么传的，应当如此。遣散后宫，一生一人，宁家的人凭什么运气这么好？叔叔利用圣旨，让我不能休妾夫妻。这宁次女如此深得陛下喜爱，或许我可以请她出面，为我向陛下求一份空白圣旨。届时我就能休了苏清花这贱妇，跟叔叔生死不离了。舒儿，这陛下不远千里去宿州寻你，要亲自护送你回府。他既对你有情，为何封后的是知青呢？可宣旨时又没有换知青，反倒是下给了宁府。舒儿，你向来聪慧，可知圣上究竟是何意？你若真立我为后，将是与整个朝廷站在对立面。萧息，我们之间不会有任何阻碍。叔叔，安心待在宁家，一切我会摆平。竟是这样的摆平吗？父亲、母亲，这件事情如若可以，能否先瞒着妹妹？我担心最后她会空欢喜。嫡姐，哎呦，知青，你怎么来了？母亲，我听说陛下要册封我为皇后，还为我遣散了后宫。本来我还不信，见父亲如今喜得愣了神，我便知是真的了。知青，你有没有想过？我想过，之前坐马车里的那位萧公子就是陛下，对吧？我早便猜到他身份不凡，没想到他竟是圣上，还对我一见倾心。嫡姐，我原本还忧心你回族后会被流言蜚语重伤，现在好了，我是万人之上的皇后了。日后若有人嫌你是弃妇，我便替你撑腰。知青，万一陛下要娶的不是你，你该……嫡姐胡说什么呢？整个宁府就是我是待嫁之女，他若不娶我，还能娶谁？这些聘礼，嫡姐喜欢什么随便挑，我都送你。萧逸，为什么？叔叔就是聪明，什么都能猜到。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觉得他是无辜的，那你可知，当年顾家不止攀上了我，甚至还暗地结交了三皇子。三皇子认为顾家见风使舵，才下手灭了顾氏满门。竟是顾家搬起石头砸自己脚。叔叔，宁知卿本已沦落烟花柳巷地，是我见他日后有用，才派人救他一命。他但凡动些脑子，便能猜到我意欲何为。我知晓了，那你能否留他一命？如若他知晓分寸，婚期一到，我会派人将他秘密送往江南。若他不安分，白捡了4年自由，还不知感恩，就别怪朕无情了。这是什么？双情蛊。你真的去找了？你以为我开玩笑不成？我知道宋爵背叛你，让你不敢轻易相信外人。但叔叔，你可曾想过，他宋爵一介白身无权无势，娶到你，
是他最大的高攀，但我是一国之君，万万人之上。但我依然心系于你。你有没有想过这其中的区别？什么区别？宋菊是只能选你，而朕是只想要你。萧息，你叔叔，你要的我给你了。你答应我的事，切莫反悔。好，我不反悔。小姐，不好了，小姐，宋吉那个负心汉背着吉次来宁府请罪了。他想让宁之清去求一道空白圣旨，赐你们复合。什么？我是来负荆请罪的。宋菊之罪孽深重，但我背对亡妻之情，天地可见，还望娘娘成全。还望娘娘成全。母亲，我见宋觉的确是知错了，而且还愿意休妾，绝不再犯。或许让嫡姐与他复合也是件好事。不行，知青，这件事情你不用管。舒儿好不容易假死脱身，哪能再回去受他折辱？宋菊，我女儿死前与你一刀两断，永不相见，可见此事已无回旋之力。你滚回宿州吧，莫要再来。岳父，我已知错，只要娘娘能给我求一封圣旨，我宋觉愿发誓，此生再不纳妾，就守着叔叔的牌位，度过余生。宋觉，你当初也是这么跟我发誓的，说什么会护我、宠我，结果却亲手杀死了我腹中的孩子。娘娘，你别信他，他的誓言就是狗屁。我做过最后悔的事，就是把你这个毒妇接进府。要不是圣旨上写着不能休妾，我真恨不得掐死你。恳求娘娘成全我对叔叔的赤诚之心。我真没想到，你对嫡姐竟如此情深。既然你有这份心，你便先在宁府住下，等明日我亲自带你进宫去面向圣上，正好也能再见陛下一面。多谢娘娘成全，谢娘娘。你答应宋觉做什么？舒儿好不容易才脱身，你还要将她往火坑里推不成？母亲，我这都是为了嫡姐好。人非圣贤，孰能无过？宋觉既加知错，又立下如此誓言，我岂能不帮他？你真打算帮宋觉去求圣旨？那你可曾问过舒儿的意愿？嫡姐如今只是在气头上，京城那些男儿谁不三妻四妾？宋吉已经做得很好了，女儿觉得让嫡姐与宋吉复合是件好事。我不同意。可母亲，宋觉求的是我这个皇后，不是你。更何况，京城那些权贵不会娶一个二嫁之妇，你们不该逞一时之快。那如果我不同意呢？叔叔，你来了正好，快跟你妹妹说清楚。知青，我知道你是为我着想。但不管他是休妾也好，发誓也好，我都不可能与他复合。去让宋杰离开吧，我不想多生事端。我不能答应你。为什么？他不远千里来京城负荆请罪，还愿意守着你牌位度过余生，这等情谊不该被辜负。嫡姐，你该珍惜他，你在京城找不到比他更好的男儿了。
所以他辱我、伤我、叛我，只要悔过，我就该感恩戴德的原谅他。这件事情你别再插手了，对你无益。不，既然宋学求到我头上，我作为未来皇后，便一定要管。更何况复合是嫡姐目前最好的选择，放狗屁的最后好选择。你凭什么高看宋玉？又凭什么表弟小姐？小姐都说了她不愿复合，你还满嘴为她好，你究竟安的什么心？嫡姐也这么想我。你若真为我好，就让他滚。我不，等明天求到圣旨，我就告诉宋玄你在府上。舒儿，为父没想到他会。父亲，我也没想到。希儿，你确定宁长叔已经答应入宫为后了？哀家可连婚期都选好了，若是他中途后悔，哀家这老脸都得丢光。母后安心。还有，哀家5年前逼你纳顾将军的女儿为侧妃，宁长如不会记仇吧？以后生了皇孙，不让哀家亲近可怎么办？母后现在示好，还来得及。快拿几盒罗子带给宁府送。陛下，太后，宁氏知青与宋爵求见。此戒。参见陛下，太后。听说你们2人求一道空白圣旨，意欲为何？这声音怎么听着如此耳熟？应当是我多想了。回陛下，我见宋卓对嫡姐一片赤诚，便动了恻隐之心，想向陛下求一道圣旨，赐他与嫡姐复合，往后生死不弃。这是你的意思，还是宁长叔的意思？太后怎会这么问？是了，陛下亲自将嫡姐送回宁府，他定然也知晓嫡姐是假死。回太后，这是我嫡姐的意思。放肆！他敢！他言而无信，哀家。母后，宁氏女求圣旨与前夫复合，确定你嫡姐会同意吗？会的。嫡姐与宋爵成婚5年，伉俪情深，虽说中间因为见妹挑拨产生了些误会，但宋爵都和我说清了，还请陛下成全这段姻缘。朕知道了，你们2人先回去吧。多谢陛下，我就知道您一定会答应我的。你不是说宁长叔已经答应入宫为后了吗？这就是你说的让哀家安心抱皇孙？太后息怒，皇媳都要跑了，哀家如何能不怒？依老奴看，宁姑娘不是那档人。您想，宁姑娘因为陛下要纳侧妃，连太子妃位都能弃之不顾，这等心气高傲之人，怎会回头？母后，我了解叔叔，他眼里容不得沙子，断不可能原谅宋爵。应该是某些人不安分，妄想替他做主了。哀家就说常师不该如此，这顾家的外室女倒是会自作主张。皇帝，你还是太心软了。下旨封后时，宁知卿这个人就该消失了。来人，去宁府一趟。倘若求旨一事真是宁知卿擅作主张，当即赐死。属下领命。你当真去了皇宫？父亲，陛下宠我，已经答应赐给姐夫空白圣旨了。现在尘埃落定，你与嫡姐马上就要复合，我便将嫡姐假。宁知卿，岳母，别叫我岳母，我可没有你这样的女婿。来人，先将宋大人请下去休息。母亲作何凶我？宋爵一直挂念着嫡姐，要是知道她就在府上的消息，知道叔叔活着在府上的消息，然后呢？
让他纠缠叔叔，闹得全京城皆知，逼得叔叔进退两难，名声扫地，是吗？宁知青，你现在知错悔过还来得及。我何来错？宋却又是下跪又是立誓，甚至愿意守着他的牌位共度一生，如此良人，我想让嫡姐珍惜，何错之有？所以你是铁了心要将舒儿送回火坑，全然不顾他的意愿。嫡姐哪有不愿？她只是在气头上，而且女儿已经不是那个养人鼻屎的养女了，女儿如今是皇后。好一个皇后！收养的女儿终归不是一条心啊！罢了，动手吧。皇家暗卫，父亲，您这是何意？父亲，为什么？奉陛下与太后圣谕，赐宁家养女，死！从今日起，宁氏长苏更名为宁氏之卿，为宁氏次女，择日封后完婚。老臣领命。她是知青，那我呢？所以陛下要娶的从来就不是我，是嫡姐。当初陛下将你从烟花之地救出，养在宁家，便是为了今日。怎么会这样？陛下遣散后宫要娶的人，怎么会是宁长舒？所以，他当初说他不屑争宠，是真的。我什么都没有听到！别杀我！别杀我！帝后大婚在前，不容闪失。姨娘，你护我。放我进去！我是太傅府的女婿，皇后娘娘亲口答应会给我一道圣旨的。我要见皇后，我要见皇后！今天是帝后大婚，不想死就滚！今天是求到圣旨最后的机会，一定要进府。舒儿，圣上重视你，爱戴你，给你如此荣宠，母亲将你交给他，安心了。舒儿，宁府永远是你的后盾。吉时到了，别让陛下等久，去吧。皇后娘娘，娘娘，3个月前你分明答应我，会帮我求一道空白圣旨，让我能休妾夫妻。虽然让我不明白娘娘为何反悔，但我之心日月可见，还请娘娘慈悲，赐我圣旨与亡妻复合。滚！求娘娘成全，娘娘！还不赶紧把他拖下去！娘娘，陛下如此珍视你，只要你开口，一定会成全我的。如果娘娘不同意，我宋爵今天就自尽在这里。那你大可一死。朕也想看看宋爱卿这把刀能不能为朕的大婚更添色彩。这声音，姓萧的，怎么会是你？你是陛下？宋爱卿见到朕，很失望。微臣不敢，还请陛下宽容，赐微臣一道圣旨，全了臣与亡妻的情谊。成全你跟亡妻复合，那恐怕又要让宋爱卿失望了。朕成全不了。陛下，之前在永寿殿，你分明应允了皇后，说让微臣回府等候，均无戏言，你岂能玩弄微臣？皇后，
那可不是朕的皇后。你什么意思？叔叔，该让他死心了。叔叔，叔叔，你没死，你真的没死！我这些天……宋爱卿急见新后，该跪行陈礼。新后，陛下要娶的人不是宁之清吗？怎么会是我夫人？叔叔，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告诉我。如你所见，陛下要娶的人是我，宁之清只是一个幌子。幌子？我就说宁之清为何会言而无信，将我赶出府。原来他是荣登西后的垫脚石。之前苏新话说你们有奸情，我还不信，原来我才是那个蠢货。为什么师叔，你为什么要背叛我？宋珏，不是我背叛你，而是你背叛了我。你要纳苏清化进府当日，我给过你选择的。选择？当时你说的那段话不是威胁，是认真的。可我只是做了世间男子都做的事，别的夫人都能接受，为何你就不能大度些？叔叔要是大度，朕就不至于在京城等他5年。是你，姓萧的，那些名花都是你送的。为什么？你有什么样的女人没有？为什么要抢我的？宋爱卿，你错了，是你抢了朕的。5年前，我无法履行一夫一妻的承诺，退婚将叔叔拱手让你。我与他打赌，若有朝一日你做不到一心一意，便要返京嫁我为后。朕还得感激你，是你亲手将她还给了朕。怎么会这样？不该是这样的。叔叔，我错了，我不知道你跟圣上有赌约，我若知道，不会纳苏清化为妾的。叔叔，我求你跟我回。晚了，我们走吧。别走！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能没有你。宁长叔，你如果不原谅我，我就死在这里。叔叔，我真的要自杀了，我是认真的。那你就死吧。叔叔，他连自杀都只敢刺大腿，别回头，他的爱廉价。不，叔叔，你回头看我，我可以把命都给你，我这就证明给你看。叔叔，我求你回来看我一眼。我不廉价，我什么都能给你。为什么？你明明爱我如命，看到我受伤，为什么不回头？宋珏，你又错了。我女儿从始至终爱的都只有她自己。她当初拒绝京城权贵，选择你，只因你出身寒微，最易被她掌控。原来是这样，叔叔，你对我好狠。果儿见过陛下。5年了，舒儿，你知道这5年我是怎么过的？我终于把你抢回来了。我知道，大婚的日子，快别哭了。我心中难受，我委屈。你在宿州的时候，说好的要跟我回京，结果当天晚上就假死脱身。
要不是我冲进火海找你，我就彻底失去你了。你还说，等去了江南，要找几个俊俏的公子伺候你，你心中根本就没有我。没有的事儿。你有。好，我错了，我向你道歉。我保证以后只让你伺候我。没有以后，朕现在就好好伺候你。果儿，几时了？回娘娘，已经4时了，都这么晚了。今天要去给太后请安，果儿，快把吉服拿过来。奴婢见过常嬷嬷。老奴给皇后娘娘请安，太后说娘娘辛苦，不必前去永寿宫了，将陛下赏赐给娘娘的东西都搬上来。嬷嬷，陛下这是？这其实是太后娘娘送您的，她一直记挂着5年前的事，担心您心里怨她，便想着送礼跟您示好，但她又拉不下脸。原是这样，那劳烦嬷嬷给母后带话，说本宫听闻永寿宫的八珍糕味美，晚上想去用膳。如此甚好，那老奴便先行告退了。这镯子通透，适合你。既然是本宫的贴身侍女，便不能丢了脸面。舒儿，看朕给你带什么了？舒儿，看朕给你带什么了？烧鸡，这香味。这是从林州城的那间酒楼。这里离林州城上千里，是如何送过来的？朕给了店家黄金1000两，他们便将酒楼开在了京城。日后你若想吃，随时可去。来尝尝。叔叔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适？你们是怎么照料的皇后？还不快去叫太医！恭喜圣上，贺喜娘娘，您这是有孕了。快说，多久了？回陛下，已3月有余。好，好，赏，通通大赏！别扶着哀家，哀家能走。常叔啊，都怪母后疏忽，昨天大婚不该安排那么多礼节的，你就安心养身子。哀家等了5年的皇孙啊，可算来了。母后，我最近喜爱吃辣，也有可能是女儿。孙女好啊，更贴心。只要是你生的，哀家都喜欢。皇太女亦能继承正统。行，皇太女就皇太女，只要有后，哀家认了。